你知道95%的 NFT 很有可能会泡沫化吗？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为什么还要鼓励大家做自己的 NFT 呢？ NFT 创作者最重要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？未来最大的 NFT 交易市场可能在哪里呢？这集内容要介绍的有4个部分。第一， NFT 到底是什么呢？可能会泡沫化吗？第二，为什么创业者要做 NFT 呢？第三， NFT 运营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第四， Pi Network 可能是未来最大的 NFT 市场吗？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，不要错过这集的内容。大家好，我是 Paul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发布的影片。就在今年8月18日，金融服务巨头 Visa 用15万美元的以太币买进了该公司第一个 NFT 产品，那是由美国工作室 Lava Labs 创作的加密朋克7610头像。艺术家 Bibo 他的 NFT 作品每一天前500天也在佳士得拍出了6930万美金的高价。还有 Twitter CEO 杰克多尔西在2016年随手写的第一篇推文 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， 短短的5个字，在15年之后透过 NFT 也以290万美金卖出。一幅电子画、一则随手记事都可以卖出天价。到底 NFT 是什么呢？可能会泡沫化吗？ NFT 就是通过加密的形式把特定的物件放到区块链上，而这些虚拟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，符合物品在市场上稀少珍贵的特性。无论是艺术品，还是一段影片、声音档或者任何东西，在经过数位化铸造的过程以后，使得物件拥有自己的虚拟身份证，就可以正式成为 NFT 了。目前市场里充斥着许多的 NFT 虚拟产品，大多只是提供图片为主。这些大约95%以上的作品，可能在未来都有泡沫化的危险，因为它并没有实际的效用。这些虚拟产品没有提供价值，也没有继续加值的可能性。我们不要只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好，好像很有前景，很多人都可以卖很贵，赚很多的钱，就一窝蜂的投入。应该是如何应用到你自己的商业模式里面，才是真正决定你能不能从里面获利的关键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为什么创业者要做 NFT 呢？ NFT 是数字资产，它有4个主要好处，就是所有权、可转让性、防止盗版，还有创造持续性收入。第一， NFT 它的区块链技术就是可以通过分配给每个 NFT 的数字签名来帮助你证明你的所有权。第二， NFT 可以通过简单的过程轻松的将物件所有权转让给任何一个人。第三， NFT 最大的好处是不可篡改性，它可以防止盗版，通过区块链技术，每个 NFT 的真实性都是可以信任的。 NFT 让买家和收藏家对交易买卖都可以放心。第四， NFT 的好处是创造持续性的收入。 NFT 对创业者来说是未来3到5年会长期影响你获利模式的工具。假如你是一个美术家，你画出一幅画，有一个 A 先生用1000万买了你的画，过了一段时间， A 先生将这幅画拿到拍卖场，用2000万的价格卖出。这时候 A 先生的获利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也就是说，原始的创作者只有第一次的一次性收入，后续的交易获利，原创者再也拿不到任何的报酬。以后的继续交易都是这些拍卖场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家在获益。但是 NFT 的一个最大重点就是它是基于智能合约，当作品去做这样长期交易的时候，可以让原创作者在每一次作品获得交易的时候，都可以获得10%的收入，或者更高的自定义收入。也就是你的作品在每一次被交易后，你都有版权收入。所以对创作者来说， NFT 可以让原创作者获得长期持续性的收入。这时你可能要问，那要如何成功运营 NFT 呢？ NFT 要运营成功，创作者本身必须要有社群经营或品牌经营的概念，才能够让你的作品持续不断的去增值。因为过去都是靠着艺廊或者是博物馆的收藏，又或者是拍卖场或者收藏家之间的一个交易来创造市场。未来如果每个艺术家或创作者自己要去创造这个市场的时候，你必须自己去创造需求，好像是在上面加签名，或者是在上面加一个 logo 标志。如何经营品牌以及经营你长期累积的价值，才会是未来能够在 NFT 市场上面胜负的关键，并不是说你做了一幅作品
你也会像那些卖几百万美金的例子一样，一下子就可以一夕之间致富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又会问，除了好好把社群经营好以外，具体要怎么运营 NFT 呢？这个可以简单分为2个部分来说。第一个是限量，你不需要去制造很多的 NFT， 应该事先透过已经经营好的社群去调查需求，然后再制造你的 NFT， 这样就不会制造过多的 NFT， 也就可以保有稀缺性。当你在打造你的第一个 NFT 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的是你提供的价值应该要大于你卖出的价格。这好像有一点违反常理，一般好像会这样认为，一颗比特币价钱的东西应该要卖个超过1个比特币，这样才会赚钱。但是不要忘了 NFT 的概念，它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收入。最重要的是创造后续人们想拥有的稀缺性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稀缺性会导致很多人想要拥有它，就会导致交易次数的增加，也会导致你的价格上升，这些会增加你的版权收入。运营 NFT， 第二个是价值的增长。倘若你有一个团体，或你是一个歌手，应该尽可能的在发行 NFT 之前，先要有一些粉丝，然后再发行 NFT， 而且粉丝若购买 NFT， 就以5次免费入场、听演讲或听演唱会来做报酬，加上后续你的歌唱事业越来越好，社群也经营得不错，这样你的 NFT 价值就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无论你能够获得的品牌效果宣传会有多少，你一定要考虑长期价值的累积，跟你的品牌如何累积在上面，才不会让大家觉得在一开始购买的时候就会有受骗或者吃亏的感觉。再提醒一下 NFT 创业者，要回归到社群经营和品牌经营上面，才是成功持续获利的关键。谈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，要去哪里交易呢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目前最大的交易市场是 OpenSea， 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各种不同的 NFT， 也可以在那边进行交易。但我要跟你们说，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，我们要知道未来最大的交易市场在哪里呢？先期进行部署配置。那么这个交易市场是什么呢？我提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来参考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Pi Network？ 在这个网络中，目前已经有超过2300万世界各国活跃先锋会员，将来会有超过10亿的用户使用这个网络商城。在这里使用拍币交易，交易速度快，生态种类应有尽有，企业家都会想进来做生意，大家也会想进来游戏、购物或者是购买服务。如果你要 NFT 铸币或者是交易，我们会更方便操作整个流程。大家可以先行了解 Pi Network NFT Marketplace， 作为我们将来要 NFT 铸币或者是进行交易做准备。好了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